前阵子央行祭出了限贷令，号称是史上最严格的打房政策。涨了那么多年的台湾房价，终于要下跌了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台湾房价年年居高不下，早就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中最痛的一块。但是在9月19日，央行推出了第7次选择性信用管制，也就是俗称的限贷令。央行总裁杨金龙还宣称要给投资客一个教训。消息一出马上就在房地产界还有购屋族之间投下了震撼弹，被戏称为是金融海啸。那这一集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限贷令到底限了什么，它会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家最关心的台湾房价真的要下跌了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别气馁哦！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能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3餐外食、没有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呢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的类型与烹调的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而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的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外食减重学好评开课咯，限时的优惠呢是75折，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STAYFIT77 还能够再折500元，赶快一起加入吧。要认识限贷令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来回顾一下台湾房价的状况。众所周知过去30年来台湾房价一直在上涨，这期间政府还有央行也曾经多次祭出各种打房手段，但效果都很有限。特别是在2023年中开始，已经在很高价位的房价忽然又再开始了一大波的飙升。根据统计今年第一季6都还有新竹市的房价都涨了超过 10%， 涨幅非常的惊人。为什么各种打房政策都无效呢？因为有很多种说法，像是近年这个产业回流AI 产业带动的外贸经济通货膨胀影响等等。但是有更多人认为，这波上涨更关键的因素是同样在去年7月上路的新青安优惠贷款。因为新青安提供首购族非常宽松的贷款优惠，可以说是史上最大力道的首购族补贴，因此很多符合资格的青年人都趁这一波优惠跟银行借钱买房。今年7月，5大行库的新承作房贷金额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新青安贷款占了 51%， 等于说新的房贷有1半以上都是用新青安借的。而且当新青安持续的进场推升房价，其他投资人看到也会跟着想要跟上，让影响持续的外扩，而这个状况就引起了央行很大的担忧。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是因为房价太高了，所以央行要用限贷令下来打房。这个说法其实有点不太准确，因为严格说起来央行担心的问题并不是房价太高，而是信用过度的集中在房地产。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央行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台湾经济的稳定，所以他们呢会非常关注风险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要维持各方面的平衡，避免让台湾的资源过度的倾斜向某一个地方。举例来说，2021年第一季到2022年的第3季，房价的涨幅甚至比现在还高。信义房屋指数年增率最高呢，还到了 15.64%， 但央行当时也没有大动作出手，因为就算房价很高，但假设大家都是用存款现金买的，没有借钱借太多，那么从央行的角度来看，就算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打击还不会那么的严重。但反过来如果很多人都在疯狂的借钱买房，而且借贷的这个杠杆比率还很大，那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导致经济不景气，那很多人可能就会付不出房贷，导致银行出现大量的坏账。那当银行贷款能力减弱，又会让企业跟个人没有办法借钱扩展，进一步的导致经济下滑。而这一连串的连锁效应下来呢，很可能就会造成经济危机。所以央行会努力的避免这种大家疯狂借钱买房的情况发生。好的，那了解这点之后，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一次是什么状况。截至今年的8月份，台湾全体银行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比率达到了 37.5%， 非常接近2009年历史高点 37.9%。这个是全体银行的数据如果看个别银行的话呢，8月各家银行的不动产放贷的平均比例已经高达了 26.64%， 其中呢有4家银行还超过 28% 以上。但根据银行法的规定，房贷不能够占银行资金的 30%， 一般银行呢也不会真的做到 30%， 多半会把 28% 到 28.5% 当作内部的警戒值。等于说现在的状况其实已经非常的接近死线。
那央行担心资金信用会过度集中在不动产，不但会挤压到其他产业的资金需求，还可能会发生类似日本经济泡沫还有美国次贷风暴的危机，所以决定要加大力道，控制资金信用流向不动产市场的速度。在推出这次限贷令之前呢，央行就已经有一系列的动作，希望让房市降温。比如在8月12日至21日期间，央行召集了34家国营和信用合作社，希望他们能够善尽社会责任，避免太多的信用资源继续的流向不动产。同时还要求他们要制定出未来1年的房贷降温计划。所以在8月的时候，市场上面就已经开始传说，很多银行不接受新的房贷申请，不然呢就是要排队排很久，资格审呢变得非常的严格，利率也变得很高等等。不过，当时总统赖清德和行政院长卓荣泰都表示，政府并未采取限贷令措施，而央行也表达说，这些举措不会影响到自住还有企业需求。但是很多人惊讶的是，9月19日，央行忽然宣布了第7次选择性信用管制，也就是俗称的限贷令，并于隔日生效，而且力道还非常的凶猛，震撼了市场。所以，这个号称史上最重的限贷令到底限了什么呢？这次限贷令的细节比较多，我们这边主要简化成2大重点：降低贷款成数，还有取消宽限期。那先来看看降低贷款成数。贷款成数的意思是，你在跟银行借钱买房子的时候，央行规定不同身份和购物类型能够借到的比例不同。举例来说，在限贷令之前呢，如果你是符合新青安的首购族，想要在台北买房，你贷款成数最高是8成，等于说1000万的房子只需要自备200万。那很多的投资客呢，就会利用这个工具来放大自己手上的资金。比如说小明这个投资客手上呢有1200万可以用，想要买价值1000万的房子投资。那因为小明已经有很多房子了，依照修法前的规定他最多呢可以跟银行借到4成，也就是400万。而这样子，他每栋房子呢，只要准备600万的自备款，等于说用1200万的资金就可以买到2栋总值2000万的房子。那在这次限贷令实施之后，新青安首购族的贷款成数不受影响，但是从第2户开始贷款成数都砍了1成，最高只能够贷款到3到5成。细节呢可以看这张图。那回到前面的例子小明现在每买1栋房子就要多付出100万的自备款，那他原本购买2栋房子的钱，现在就只能够买1栋，等于提高了他们的买房门槛，让他没有办法买那么多。好的，那除了贷款成数之外呢，这次的第2个改变的关键是取消宽限期。房贷宽限期呢，是指在一定的期限之内缴房贷只需缴交利息，不用还本金。当然，这个之后呢，还是要连本带利的还给银行，但至少在短期内每个月不用缴那么多钱。那因为大家通常在给完这个头期款之后，财务比较吃紧，宽限期呢就可以暂时的降低它的还款压力。不过，对于投资客来说，这也成为了一个可以让资金更灵活运用的方式。比如说，因为有宽限期，每个月要缴的钱不多，投资客就可以把房子买来之后单纯的摆着或是租人。再加上过去台湾房价一直都在上涨，等宽限期结束之后，要开始偿还本金的时候，房子本身可能已经涨了不少，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把房子卖掉，赚中间的价差。那这次限贷令实施之后呢，只要你名下有房子，就不能够再使用房贷宽限期，而且适用范围呢从6都加新竹扩展到了全国。这表示说，如果你名下有房子，只要跟银行借房贷，每个月呢就要本金利息一起还，房贷的压力会变得更重。另外，除了限贷令之外呢，央行还同时提高了存准率1码，等于说呢，要从银行收回大约1200亿元的可运用资金，这就会让银行可运用的资金减少，大家没有办法从银行借到那么多钱，也会压制购物的需求。这种种的手段呢，被称为是史上最严格的打房手段。那到底有谁会受害，谁会受益呢？这次限贷令刚发布的时候，大部分的讨论认为受影响最大的族群是投资客，名下已经有房子的换屋族跟首购族3大类。但因为影响范围实在太大，所以后来呢，在10月9日，央行又调整政策，排除了一部分人。所以目前看来呢，受到影响的状况大致如下。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这次央行不断提到的房地产投资客，因为投资客获利的重点之一呢，是要有效率的运用手上的资金，用越少的钱买到越多而且越好的房子，等上涨之后再卖出。但是限贷令降低贷款成数，还有取消宽限期之后，他们买房需要准备的头期款更多，每个月要缴的房贷也变高，资金的压力也会变得更大。而另一类受到比较大冲击的是名下已经有房子的人，像是有台湾不少人呢会喜欢先买小房子再换大房子，但如果他们正好准备在这个时间点换房的话呢，那他可能就会遇到新房子借不到钱，旧房子又卖不掉的尴尬处境。
尤其是已经签约交屋的人哦，如果一时手上准备的资金不够，很可能会因此面临违约的风险。因此，在央行的新举措里面，如果是现在有自住换屋需求的人，可以承诺1年之内把原本房产卖掉的话，那他们新生办第一户或是第二户的房贷可以被免除限贷令。另外，已经签订购屋合约、即将申办贷款的人，也有免除限贷令的机会，避免错杀无意炒房的一般人。那除了这些已经有房产的族群哦，更多人关心的是首位首购族的权益。适用新青安贷款的首购族，因为没有在这次限贷令的范围内受到的影响较小。另外，依照央行10月9日发布的新举措，就算是不适用新青安的部分首购族，比如说台南有继承持分父母的房子，但是呢想要在台北工作买房的青年，只要名下房产都是继承取得，就可以被排除在限贷令之外。不过，虽然首购族看起来受影响比较小但是因为不少银行的房贷业务已经达到了警戒线，房贷利率也开始攀升，所以他们也很可能呢还是会遇到审核时间拉长、变得更严格，或是要付出更高利息的状况。那这样子看起来呢，限贷令的影响几乎是全面的波及所有的族群，因此很多人就开始讨论说，这次是不是真的会看到台湾房价下跌了呢？限贷令从8月开始传出风声之后，房市其实就已经有降温的迹象。一来是因为部分的投资客因为资金忽然紧缩而周转困难，即便知道会赔钱也被迫低价脱售手上的房屋。二来呢，即使不是投资客，一般买房自住的人也会面临更严格的贷款条件，很可能会因此先观望不买。比如根据报道，目前9月房市的交易量呢比8月少了大约2成，几乎只有6月高点的一半。而在这个情况之下，不少专家跟机构预测，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到后年之间，房价很可能会下修1成左右。另外，因为过去很大部分的人都预期台湾房价会一直上涨，所以不少人会觉得房地产是稳赚不赔的投资。但经过这次央行大动作打击之后，市场的预期已经开始转变，而这个转变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大家的投资意愿，并连带的让房价往下。那像这次消息公布之后呢，有不少营建类股的股价就一度大跌。过去不少觉得房地产是避险股票的投资人也受到了波及。不过也有人认为限贷令并不会改善房价的问题。他们表示呢，限贷令主要达到的是相对没有钱的投资客跟小建商。那些投资大户呢，本来就有更宽裕的自备款，而且名下房产多，本来就不能够用宽限期，所以影响相对较小，反而形成了更严重的大吃小问题。另外，也有部分的业者表示，虽然限贷令能够短期的压制需求，但目前影响房价的主因其实是土地跟建材成本以及市场供需状况。那现在因为通膨的关系，建材成本还是降不下去，成本降不下去，建商们觉得无利可图，就很可能不愿意推出新建案。然后，假如大家对于买房的需求维持不变，那在供给减少的情况之下，房价可能还是下不下来。而且这次的限贷令呢，并没有限制到预售屋，所以那些买成屋的需求也可能会转移到预售屋去，持续的推升未来的整体房价。再加上央行10月9日的这个新措施当中呢，部分换屋族只要跟银行切结1年内卖出旧房子，就能够免除限贷令。因此，不少人质疑说，这也会形成漏洞，造成大家转去炒中古屋。因此，他们认为长期来说还是很难期待房价会大幅的下跌，未来会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本期的节目内容，我们要特别的感谢美好金融团队提供咨询。那如果你对财经金融知识感兴趣，也很欢迎你去查看他们的频道哦。那话说回来，房价过去长期都是台湾社会非常关注的议题。过去我们也做过好几集所谓打房政策的讨论。过去在讨论打房政策的时候，底下留言呢也常常会看到有人说这根本是放羊的孩子，房价越打呢反而越高。所以这集呢我们在做的时候，确实也还是很怀疑，这房价真的会因此就下去吗？不过从我们的观察来看这是相关业者对于未来房市的预期确实比过去更悲观了，而且也有不少的民众在讨论区反映说，自己买房跟卖房在贷款上面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也因此出现了不少的抱怨质疑说，这次政策的转向太急又没有配套措施，会造成更多的问题。那当然，我们过去也讨论过，房屋作为一种性质特殊的商品，不管是急涨还是急跌，对于整体的经济环境来说，都不是太健康的事情。那也希望央行这次大动作的拆弹，能够带来大家都期望的结果吧。另外因为这次限贷令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我们这边只能够讨论比较概要的部分。如果有我们没有说清楚的地方，也很欢迎你到留言区为我们补充哦。
好了，那最后呢，也想要问大家，你觉得限贷令会让台湾房价下跌吗？也会有最近已经明显的感到房贷困难了，并不会有台湾房屋需求太强了，最后还是会买上去的。自己不确定哦，我觉得现在变数还是太多了，未来还很难说。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限贷令的影响。此外呢，可以这个地方看看呢高房价是谁害的，以及预售屋的讨论。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